陈总，您终于回来了，这是您堂哥在我们饭店的消费账单。他说了，这笔钱您会结的。我爸是独生子，我哪来的堂哥？谁吃的饭你们去找谁。这笔钱和我们公司没有关系。陈总，你怎么能吃饭不给钱呢？我们公司招待客户有固定的餐标，就算是我亲自签单，也不可能一次消费8万。更何况这些账单上没有一个客户的名字，只有一个叫陈浩的人签字。你凭什么把这50多万算到我们公司头上？陈总，对方说是您的堂哥，他说他在这里消费，您肯定会负责。我也是看在您是我们饭店老客户的份上，才同意给他签单。沈经理，你们饭店就是这样做生意的？随便来个人自称是我的亲戚，你们就敢让他签下50多万的账单？陈总，您不能因为不想付钱就说自己不认识对方。陈浩说他是您的堂哥，还说您已经同意他在我们饭店消费，我们凭什么不相信？就凭他一句话，他既然是你们饭店的客人，那就应该由他付款，他签的字也是他的责任。你们不去找他，却直接跑到我公司来要钱，谁给你的底气？陈总，您要证据是吧？他手机里有和您的合照，而且还给我发过语音，亲口说这笔账由您来结。陈浩的消费记在我的账上，月底一起结算。沈经理，这段录音是假的。陈总，您说是假的就是假的。您以前在我们饭店签单，也不是1次2次了，以前每个月的消费都不低于50万，怎么偏偏这个月不认账了？以前是公司招待客户产生的真实消费，这个月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外地出差，只去过你们饭店2次。你现在拿着一份50多万的账单来找我，还说是我堂哥消费的，你觉得合理吗？陈总，您自己的信息泄露了，才让别人冒用您的身份消费。现在出了问题，您不承担责任，难道要让我们饭店承担吗？我的信息泄露和你们允许陌生人签单50多万有什么关系？就算他真是我的亲戚，你们也应该在消费之前联系我确认。你们没有确认，却让一个陌生人拿着我的名义大吃大喝，现在账收不回来，就跑到我公司来闹。你觉得我会认这笔账吗？陈总，50万对您来说根本不算什么，以前您每个月不是都能付吗？现在不过是让您帮亲戚结1次账，您至于把事情闹大吗？同志，我要报警，有人冒用我的身份在饭店公司，还伪造我的声音和账单。陈总，您这是干什么？不过就是50多万而已，咱们私下解决就行了，何必惊动警察？那就等警察来了，把你们手里的证据都交给他们。我也正好想知道，我什么时候多了一个堂哥，又是谁允许他用我的名义在你们饭店消费的？沈经理，警察马上就到了，在事情没有调查清楚之前，你不能走。陈然，你凭什么不让我走？这是我的公司，我只是请你留下来配合调查。你要是强行限制我的人身自由，我可以告你非法拘禁。你带着50多万的账单闯进我的公司，还拿着疑似合成的录音逼我付款，在警察到来之前，我不可能让你离开现场。陈总，事情根本没有你说的那么严重，大不了这笔账我给您打个折，您先把钱付了，剩下的事情我们以后再说。这已经不是钱的问题了，我根本没有消费，却被你们强行算上50多万的账单。今天如果我把钱付了，谁能保证以后还会不会再冒出一笔？请问哪位是陈然女士？我是。我们接到报警说有人冒用您的身份消费，并到公司进行逼债，具体是什么情况，请您详细说明一下。这位是饭店经理沈南青，他带着这些账单闯进我的公司，说这些消费是我堂哥产生的，要我支付50万元。但我根本没有所谓的堂哥，也没有授权任何人用我的名义消费，而且他还拿出了一段疑似合成的录音，想证明我同意替对方结账。饭店里有监控，既然有监控，那就好办了，我们跟着你去一趟饭店，就知道是什么情况了。陈总，对方确实是你堂哥，要不这件事不要闹大，我们私下处理了就好。陈总，对方和你是真的认识，你们的关系可是真的，你不能坑了自己家的亲戚。沈经理，不管是什么原因，对方借着我的名义来你们饭店吃饭，那就是诈借，所以我不可能就这么算了。更何况50万的签单，你们饭店都不给我打个电话确认一下，你觉得这件事我会这么算了吗？既然如此，陈总，我们看监控吧。陈总，我早就说了，对方是你的堂哥，现在那50万你该给了吧？
两位同志，这是我和陈总的误会，视频里的人就是陈总的堂哥。如今事情已经弄清楚了，就不麻烦两位工作了。同志，这人我认识，但是我们家和对方早就多年没联系了。如今他借着我的名义在外面吃喝，那我肯定要报警。陈女士，你能确定他和你们家的具体关系吗？只能算远亲，我们两家都在一个村子，往上数几辈确实有亲缘关系，但早就出了五常。也就是说，对方虽然和你存在亲缘关系，但你从来没有授权他以你的名义消费，没有，也没有口头答应过替他付款，更没有。如果我真的答应过，饭店应该能拿出正常的授权记录，而不是一段明显经过剪辑的录音。沈经理，你们饭店允许客人挂账，正常需要经过哪些流程？我们饭店对老客户比较信任，陈总又一直在这里消费，所以流程没有那么严格。流程不严格不等于没有流程。对方第一次签单的时候，你有没有给陈女士打过电话？没有，有没有联系她公司的财务人员？也没有。那你核实过陈浩的身份证吗？他给我看过和陈总的合照，一张合照就能证明他有权挂我的账？照你这么说，任何和我参加过同一场晚宴会、拍过照片的人都能在你们饭店随便消费？陈然，你要干什么？那不是你堂哥吗？你怎么可以这样？沈南青，我和他们家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另外，哪怕是我和他们家有亲戚关系，你也不可能任由一个我都不认识的人签单那么多次。而且，既然是他签的字，那么这笔钱自然是他付款。沈经理，陈女士说的没错，亲属关系不代表可以随意处分对方的财产，就算是亲兄弟，没有明确授权，也不能替对方签下50多万元的账单。可他一直说陈总会付钱，他说什么你就相信什么。既然你这么信任他，为什么现在不直接找他付款，反而三番两次要求陈女士承担？同志，既然知道是谁签的单子，那么我们现在就可以去找他要钱了。同志，不需要找人了，我有他的电话，我可以让他过来。沈南青，既然你有他的电话，那么你就拨打他的电话吧。另外，我也很想要知道，我和他都没见过面，他说签单你们就签单了。还有，既然你能找到他，为什么还要问我要这笔钱？陈然，对方都说了是你堂哥，而且还说你同意了签单，我们当然可以签单。更何况你在我们酒店不也是签单阅件吗？我签单阅件是因为我们公司和你们酒店有长期合作，每一笔账单都有接待人员、客户姓名和公司财务记录。陈浩的这些账单上有什么？除了他的签名，什么都没有。那段录音就是证明。好，那就把录音原文件交给警察鉴定。如果鉴定这张录音被剪辑过，伪造录音的人也要承担责任。沈经理，我再确认一遍，这些账单都是本人消费以后签下的？当然，他每次带多少人，点了什么菜，我不可能全部记得，但签名肯定是他亲自签的。这3张账单是同一天开的，包厢却不一样，结账时间只隔了10几分钟。陈浩一个人为什么会同时在3个包厢签单？他带来的朋友多，分开做也很正常。那为什么所有账单都挂在陈女士名下？因为陈浩说陈总会统一结算。他这样说，你们就相信？我们公司每一次招待客户都会提前预订包厢，留下接待人的姓名。你手里这些账单既没有客户名单，也没有公司员工签字，只有陈浩一个人的名字。你从第一次让他挂账开始，就没有给我打过一个电话吗？没有。陈浩拿着你们的合照，还说自己是你的堂哥，我没有理由怀疑他。正常情况下，50多万元的挂账只靠一张合照就能通过。陈总是老客户，情况特殊，特殊到不需要本人确认，也不需要公司盖章。我们做服务行业的，不能每件事都把客人当骗子防着。你没有把陈浩当骗子，却从一进我办公室开始就把我当成欠钱不还的人，这就是你所谓的服务？陈然，我只是来正常收账。是不是正常收账？等陈浩把话说清楚就知道了。沈南青，让对方来吧。打开免提，不要暗示对方应该怎么回答。陈浩，我现在在酒店，陈然也在这儿。他说了不给你们家付款，你马上来酒店把钱付了。她是我爸的侄女，凭什么不给我们家付款？你告诉陈然，我是他堂哥，他发达了也要顾着一点村里的亲戚。我爸是村长，他们家的户口还在村子里呢。陈浩，你先别说这些，警察就在这里，你现在马上过来把事情解释清楚。什么？警察？你怎么把警察弄来了？你不是说只要账单送到他公司，他看到我的签名就会把钱付了吗？你胡说什么？我什么时候和你说过这种话？不是你说他有钱，而且每个月从来不核掉那些账单吗？
你还说就算他发现了，看在我爸的面子上，也不敢把事情闹大。你闭嘴！陈浩，我们是处理这件事的民警，现在请你说明陈女士有没有亲口答应替你结账？他没有当着我的面说过，但沈经理说他肯定会同意。沈经理的判断不能代替陈女士授权。你第一次签单之前有没有给陈女士打电话？我为什么要给他打电话？我们是亲戚，他那么有钱，难道还会因为一顿饭跟我计较？不是一顿饭，是50多万元。那些钱又不是我一个人吃的，我还请了村里的朋友，大家都知道我和你是亲戚，我总不能让人看笑话吧？所以你为了自己的面子，就拿我的名字去做人情。你帮我一次怎么了？你发达以后一次都没有回村投资，我爸替你们家看着承包地和祖坟，这些难道不值几十万？我们家的承包地这些年一直是你们家在用，什么时候变成你爸替我们看着了？还有，祖坟是我们陈家的，不是你们父子拿来跟我算账的筹码。你别不识好歹！我爸在村里说一句话，比你在外面有钱好使。陈浩，不要说和案件无关的威胁性言吞。我哪里威胁他了？我只是告诉他，做人不能忘本。你现在到饭店，把每一笔消费当面说明清楚。我不去，饭是我吃的没错，可我没有钱，要钱你们就找陈然，他才是老板。你是否有钱不会改变这些账单是由你本人签下的事实，请你尽快过来，把消费情况核实清楚。我没空，反正这就是我们亲戚之间的事儿，你们管不着。不要挂断，我们还没有问完。陈浩，你爸是村长也没有用，这笔钱根本就不是我应该付款的，你最好来付清楚这笔钱，不然的话，我只能让警察去请你了。陈然，你说什么？陈然，我告诉你，这笔钱就应该你付，你有了钱就要把亲戚朋友都忘记了。我什么时候答应过替你付钱？沈经理说你肯定会同意。再说了，你一个月赚那么多钱，我们吃几顿饭怎么了？50多万元，在你嘴里只是几顿饭，又不是让你天天付。那段录音也是你们准备的？什么录音？我不知道。录音是他发给我的，和我没有关系。你刚才不是还说这段录音足以证明我授权了吗？怎么现在又撇清关系了？我只是收到以后相信了。把录音原文、你和陈浩的聊天记录全部保留，后续需要进行鉴定。聊天记录和这件事没有关系。有没有关系？调查以后再判断。你刚才说自己只是相信陈浩，可陈浩却说是你告诉他把账单送到陈女士公司，他就会付款。你们显然提前商量过。他是在胡说。那就把记录拿出来证明。沈南青，你可别想把聊天记录删了，当初都是你教我怎么说的。你给我闭嘴！任何人都不准删除相关记录，否则后果自己承担。我什么都不知道。警察同志，你们也听到了，他自己不愿意过来。另外，这件事和我没有任何的关系。我不可能为了陈浩买单。陈然女士，事情我们已经清楚了，我们会将陈浩抓捕归案。另外，沈经理，给你们老板打电话，我们需要和他说几句。陈然，事情不是都已经弄清楚了吗？陈浩是你堂哥，这不是明摆着的事情吗？更何况你堂哥说的也是对的，那50万对于你来说根本就不算什么。既然如此，你就应该帮着他付钱。沈南青，这饭是谁吃的，你就找谁，这点道理你都不懂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是觉得大家都是熟人，没有必要因为这点钱闹到警局。50多万元，在你眼里只是这点钱？如果真的只是小钱，你为什么不替陈浩付？我一个打工的哪有那么多钱？你没有，所以你知道50万元不是小数目。那你凭什么要求我替一个几乎不认识的人承担？陈总，要不这样，这50多万元我替你向老板申请减掉一部分，你先把剩下的钱结了，咱们以后还是长期合作的关系。原本就不是我的账，你减掉一部分，我还应该感谢你。我是在给大家留余地，这件事闹大了，对饭店名声不好，对你也没有好处。外面的人只会说你有钱以后连亲戚吃顿饭都不肯管。你们拿着假录音和50多万元的账单闯进我公司时，怎么没想过给我留余地？现在发现警察要查，你就让我花钱买安静。沈南青，你到底是在替饭店收账，还是在替自己填窟窿？你不要血口喷人！是不是血口喷人？查完你和陈浩的联系记录就清楚了。沈经理，陈浩我们会带回警局，至于你，也要跟我们去一趟。
同志，这和我没有关系。有没有关系？你和我们回去调查清楚就好了。我只是按照饭店的规矩办事。陈浩拿来的录音和照片都是真的，我也是受害者。你是不是受害者，不是靠你自己说。饭店的签单记录、监控、录音原文件，以及你和陈浩之间的通话和转账记录，我们都会调查。你们还要查我的手机？如果案件调查需要，我们会依法进行取证。手机里都是我的私人信息。只调查和本案有关的内容。你这么紧张，是手机里有什么不能让我们看见的东西吗？没有，当然没有。这只是我们饭店内部的管理问题，和陈然的账没有关系。有没有关系，不是由你决定。如果账单金额被人为修改，那就不只是管理疏忽了。陈女士，这件事还需要你配合，请跟着我们一起去一趟警局。好，我跟你们去。陈女士、沈经理，你们先在这里等候，我们还要继续核实情况。陈浩已经带到了。沈经理，你不是说绝对不会出事吗？我什么时候说过？你不要乱讲，明明就是你让我放心吃的。你说陈然公司每个月有那么多招待费，多几张账单根本发现不了。你给我闭嘴！安静！这里是警局，不是你们串的地方。有什么话，等会儿分别接受询问时再说。沈南青，你别想把责任都推给我。那些账单明明是你拿给我签的，你说只要我承认是陈然的堂哥，就能一直挂他的账。你少在这里胡说！每次都是你带人来吃饭，我只是正常接待。正常接待会让我在空白账单上签名？你还说菜可以少上，账单可以多开，多出来的钱我们一人一半。常浩，你疯了！我什么时候和你说过分钱？你当然不承认。第一次你给我2万，第二次给我3万，转账记录都在，那是你向我借的钱。你说什么？我什么时候向你借过钱？我不想借的时候，不是在这里工作，饭店扔了，再让别人借过钱。都闭嘴！这里不是让你们商量口供的地方。有没有转账？转账是什么用途？我们会查清楚。从现在开始，你们2个人分开接受询问。同志，我真的是被安浩骗了！放屁！明明是你先找到我说陈然公司的账最好做手脚。安静！你们走不同的方向，不要再继续说话。事情不是他说的那样，你们一定要听我解释。你们刚才已经把彼此知道的事情全说出来了。陈然，你把话说清楚。陈然，你要干什么？我们好歹是亲戚，你有钱了，不帮衬着亲戚就算了，竟然还报警抓我！我可是知道，那50万对于你来说根本就不算什么。陈浩，我和你根本就不认识，你直接跑到了酒店，还说是我堂哥，1个月吃了50多万，你现在却说要我付钱，你觉得合理吗？陈然，你反正有钱，更何况我爸是村长，你们家连户口都没有迁走，你帮帮我们这些亲戚怎么了？帮衬亲戚是我自愿拿出自己的钱，而不是你冒用我的名义，提前替我决定该怎么花。什么冒用？我都说了我是你堂哥。就算你是我的亲哥哥，也没有权利拿着我的名义去签账。那你小时候还在村里住过呢，没有我们村里人照顾，你们家能有今天？你照顾过我们家什么？我们家在村里的承包地这些年一直被你们家占着，逢年过节我们没有收到过你们1个电话。现在你在外面欠下50多万元，倒想起来我们是亲戚了。那都是上一辈的事儿。同志，饭是他吃的，另外你们如果要追责也是找他。至于我怀疑他涉嫌诈骗我司，到时候我们自然会有律师函来的。陈然，你马上给我站住！陈然，你敢走，我就让我爸把你们家的户口处理掉。你刚才的话，警察都听见了。如果你爸真敢利用村长的身份违法乱来，我会连他一起举报。你以为我爸会怕你？那就让他试试。还有你们家的祖坟，也一直在村里。你今天把事情做得这么绝，以后祖坟那边出了什么问题，可别怪我们没有提醒你。陈浩，你是在暗示会破坏他人祖坟吗？我没有，我就是提醒他，村里的事情很复杂，我爸不可能什么都照顾得到。
你刚才关于户口和祖坟的话，我们都已经记录了。村长没有权利私自处理村民户口，更不能损坏他人祖坟。后续真发生任何事情，这些话都可以作为调查线索。我就是一时生气，随口说说。你最好也提醒你爸，别碰我们家的任何东西。你好，我是陈然。陈女士，沈南青已经招供了。沈南青和陈浩原本就认识。陈浩有一次，沈南青说起几个和他是亲戚，两人一合计就让陈浩到酒店大吃大喝，然后把账挂到你的名下。陈女士，这1个月，沈南青和陈浩两人在酒店吃喝的账目其实没有那么多，50万，他们拿走了足足30多万，剩下的才是他们吃喝的账目。那段录音呢？录音已经保存，会和账目、转账记录一起核查。麻烦你们通知酒店老板，这账目和我没有任何的关系。那50万我没有付款，真正垫付这笔钱的人是酒店老板。至于酒店怎么向陈浩和沈南称要钱，那就不是我的事情了。爸，怎么了？陈浩他爸堵在我家门口赖着不走，非要你把陈浩救出来。然然，陈浩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，你做得对，那村子我才懒得回去。但是咱们家的祖坟还在那边，陈浩的父亲是村长，他拿着祖坟威胁，你想想办法。爸，既然如此，那就让他们一家在牢里团聚吧。他这些年找过我不少次，说是投资，我不同意，他还威胁过我几次。他要是敢针对我们家，我就把他这些年的事情全部查清楚，让他知道出了村子，他什么都不是。他被送进去的时候，村子里倒是有不少人放鞭炮庆祝，早就有不少人看着两父子不顺眼了。两人在村子里作威作福，甚至还吃了不少钱。陈家这些年来不止盖起了3层别墅，别墅下面还查出了不少保险柜，那些东西都是陈父这些年来贪出来的。陈浩顶多算是诈借，或许4、5年之后就能出来。可是陈父做下的那些事情，可能下半辈子都要为此付出代价。陈总，原来那家酒店的老板亲自找上门向您道歉了。这件事已经过去了，这家酒店管理得如此松散，我以后自然不可能再去那里吃饭。新的饭店已经找好了，菜品不错，价格还比原来的酒店便宜2成。这家不错，以后公司的用餐就安排在这里。陈女士，陈浩一直求着想和你见一面。陈然，你救救我！我家被查封了，我和沈南青的账上没有那么多钱。酒店老板说了，我和沈南青如果不还钱，他会弄死我们的。陈然，这笔钱对于你来说根本就不算什么，你帮我把钱还了吧。陈浩，这件事和我无关。陈浩和沈南青与人发生了冲突，两人伤得很重，精神状态也出现了严重异常。这件事恐怕和酒店老板脱不了干系，他们不止让酒店损失了50万，还逼走了我这个大客户，断人财路，人家怎么可能放过他们？